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对付东风26，美舰载无人加油机首次登上了航母。美军航母近年一直为难以对抗解放军东风21D、东风26等反航母弹道导弹而发愁。五角大楼提供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延伸舰载机的打击范围，让美国航母可以躲在中国航母杀手的射程外发动攻击。而该方案的关键之处在于一款可靠的舰载加油机。如今让五角大楼望眼欲穿的这种加油机来了。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 ，MQ-25 舰载无人加油机的原型机已首次登上航母，开始上舰测试。今年以来，它已经在地面测试中成功为 F-35C、FA-18EF 战斗机与 E-2D 预警机进行了空中加油。被调上布什号航母的 MQ-25 无人机，报道称，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MQ-25 被调上尼米兹级航母布什号的视频。该无人机暂时还不会在航母上进行飞行测试，但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将这种无人加油机整合到航母上。据介绍，要在航母上操作 MQ-25 这样的大型无人机并不容易，需要加装无人航空任务控制系统等特殊装置，使控制人员能远程操纵它在嘈杂的飞行甲板上移动。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划，将对首批4艘航母进行这样的改装，布什号是其中的第1艘。MQ-25 的上舰测试不仅代表这种舰载无人机即将服役，还让美国海军多年来首次获得专用舰载加油机，让执行伙伴加油任务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能返回其核心任务防空和攻击使命。因此 MQ-25 服役后，不但能拓展美国航母战斗机中队的作战范围，还能减少超级大黄蜂部队的疲劳。按照计划，美国海军将采购72架 MQ-25，在2025财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但 MQ-25 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报道称，随着五角大楼持续关注亚太地区未来冲突的可能性，美国海军对加油机的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尤其是在超级大黄蜂安装保型油箱的计划已被放弃的背景下，依托 MQ-25 提升美军舰载战斗机的攻击范围变得更加重要。美国海军少将安德鲁·洛伊塞尔承认，如果与中俄等同级别竞争对手发生冲突， MQ-25 让美国航母具备了从更远距离外发动打击的能力。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蒂姆·沃尔顿在最新报告中提到，如果美国海军想让航母保持在中国东风26反航母弹道导弹射程外发动远程攻击，还需要更多的 MQ-25 加油机。当前美国海军计划采购的少量 MQ-25 可能只能作为回收加油机，在紧急情况下为反航战斗机补充燃料，而无法作为任务加油机陪伴战斗机执行远离航母的任务。洛伊塞尔还透露，除了核心加油任务之外， MQ-25 未来将承担其他关键角色，包括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电子战甚至对地攻击任务。他表示，为了确保 MQ-25 能尽快投入使用，我们最初提出的任务需求非常简单，仅限于空中加油。事实上 MQ-25 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要求，它能在距离航母500英里的地方携带约 1.5万磅燃料，因此有充足的能力携带任务载荷和武器。因此，沃尔顿的报告鼓吹，美国军方需要在空中加油任务上投入更多资金，以在印太地区与中国保持竞争力。当然，对于美国海军将克制中国反航母弹道导弹的希望寄托在无人加油机的这种做法，也并非没有质疑。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表示，即便得到 MQ-25 或空军加油机的支持，美军舰载战斗机从中国导弹打击范围外发动攻击时，平均每次任务都需要花费7到9个小时。这样的极限任务将对飞行员的体力和精力带来极大挑战，更难以发动持续攻击。自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服役以来，国内很快又开始关注003号航母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该舰不但具有弹射甲板，而且吨位几乎与美国当年的小鹰级航母近似。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003号的后续型号航母是否会更大？换而言之，中国是否有能力建造更大的航母呢？从003号来看，
中国航母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带有美军的部分色彩，因此动力系统和吨位也多半会得到较大进步。作为体积最大的作战兵器，大型航母的设计和建造本就堪比一座金字塔，需要每个组件都达到完善，才能最终成型。在这些部件中，动力系统相关设备几乎是最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年来在超巨型船用螺旋桨领域中取得了技术突破，不但打破了早年间西方的技术封锁，甚至还实现了对原有先进国家的反超。根据目前中国最大型螺旋桨的规格来看，吨位甚至超过福特级，未来国产核动力航母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梦。螺旋桨是舰船动力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随着舰船技术的发展，他们使用的螺旋桨也有了自己的特点。各国技术人员在均衡加工难度、成本、静动平衡以及推进效率后，基本确定了3叶桨和5叶桨的发展模式。一些追求速度的特殊推进器一般采用3叶桨，而5叶桨则一般都用于大型的舰船。例如，美国尼米兹级航母的4个螺旋桨都各有5片桨叶。一般而言，桨叶越少，转速就越高。此外，螺旋桨本身直径越大，拉力也就越大，这对于巨型舰船而言至关重要。舰船的螺旋桨位于水线以下，因此它不但要克服水体阻力，而且还要具有很高的抗腐蚀性。随着技术的发展，螺旋桨的制作材料也有了明显变化。早年间的船用螺旋桨的主要材料是铜合金，当舰船吨位和动力得到迅速提升后，不锈钢则逐步取代了铜合金，而马氏体不锈钢更是在今天得到了广泛应用。此外，锰、镍等金属元素也会按照比例掺入其中。美军航母的螺旋桨之大，不难想象，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在综合领域的多个学科上都和西方有巨大差距，更缺乏尖端机床、计算机以及设计软件，连螺旋桨用的很多合成材料以及零部件都难免受制于人。所以，高端的大型舰船用螺旋桨一直难以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冷战时代的多数时间段，两大阵营集团都对中国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中国很早就提出发展航母的计划，最后却都无果而终。这其中很大因素就是航母工程的子系统技术难关导致的。与其他技术难关一样，中国开始在困境中开始独立拼搏，无数设计人员开始共同努力，不知道多少个方案从灵感中迸发，并由此经历了设计、演示到不幸被推翻之路。国产大型螺旋桨就是在这样的坎坷中逐渐成型。当初辽宁舰接受升级改装时，一则报道就显示了该领域的成就。从辽宁舰的螺旋桨直径来看，大约为尼米兹级的2/3，其螺旋桨系统总重的对比也与之近似。这不但说明中国大型舰船螺旋桨实现了精密焊接、制造和安装的一条龙，也标志着中国造船技术得到了质的飞跃。中国能够在大型船用螺旋桨方面有如此成就，很大程度要归功于镇江中船瓦西兰螺旋桨公司。该公司技术精英们曾经历上千个日夜的刻苦钻研，一如当年2弹1星的技术先驱们，最终完成了新型的7轴5联动无数控机床。这种机床在制作加工时只需按照电脑编程即可完成自动化处理，最大限度保证品控质量。传统生产线上曾难以避免的精度误差也被最大程度消除了。与之相比，今天的美国都不敢说有能力做到如此。同时，中国还改变了此前多年使用的青铜锌烯合金，取而代之的则是国际主流的镍铝青铜合金。7轴5联动无数控机床也是国产航母大型化的基础之一。据介绍，镇江中船完成的超大型螺旋桨的直径几乎是尼米兹级螺旋桨的1倍左右，总重量可想而知。当然，这么大的螺旋桨并不会用于航母，而是用于中国最新的40万吨超大型运沙船。这种巨轮的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足球场，是航母的几倍。为了让这种庞然大物有足够动力，必然要有巨大的高性能螺旋桨。尽管如此，但这也足以说明中国有能力制造未来巨型核动力航母所需的高性能螺旋桨。一般而言，传统的螺旋桨合成有3种方式。第一是环氧树脂粘，即通过类似胶水的效应将主要部位粘在一起，但其弱点是会导致扭矩能力不足，所以充其量
只能满足小型舰船的需求。第二种则是有舰机械连接，即使用机械件进行连接，好处是可以传递较大扭矩，但这种方式的弱点是必须要有舰槽，而扭矩力也都集中于此，难免会让螺旋桨存在损坏隐患。而超大型舰船对动力可靠性要求很高，所以这种方式同样存在弊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任何庞大的宏伟工程都是由无数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构成，而这些细节的局部提升，又反过来让工程整体的规模和质量得到巨大改变。对中国航母和其他超大型船舶而言，螺旋桨就是这样伟大而又不可或缺的细节。中国制造必将让国产航母更大更强。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